杀敌泄洪，出了事灭我的族。到。美赞臣蓝针，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，顶配保护。你知罪吗？什么？我有罪？你还不明白？来呀，请亡命棋牌！你别起来进府，认得吧？认得。皇上的亡命棋牌和大人手中的尚方宝剑，认得就好。国法难容啊！你糜费朝廷银两，不替朝廷保境安民，插手河务，中饱私囊，肆意炸坏河堤，理应当斩。不炸堤，大坝就保不住。桃园3股2县的人1个月前就迁走了。你说我中饱，证据何在？河堤的事务是你负责的，我是巡抚，手头有责。我跟皇上立了军令状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斩我？好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有什么资格。皇上下旨到我河务总督府，凡黄河所流经省内，军民官员大小一体，听候差遣，妨碍河务者，先斩后奏。你死了，阎王爷那儿告我，自行了断吧。你真是个狗官！滚！上刀法吧，上刀法吧！弟兄们，拿银子，拿银子！是空的，小兵呢？是空吧？银子呢？里边没有银子。河工的钱饷呢？银子呢？我们来了！关虎皮呀！都被你给贪了！都被你给贪了！关虎皮呀！黄龙要来了！快护金！黄龙来了！
儿呢？哎，在这儿呢！来了！奉旨完成！奉旨完成！奉旨完成！撤！奉旨完成！奉旨完成！奉旨完成！罪臣王光玉奏：河道溃决12处，黄河大堤之溃是由安徽巡抚靳府贪污所致。洪峰到时，河道府下发工人安家银两被其中饱私囊，靳府炸毁桃园、三股2县大堤，其丧心病狂之由令人发指。由此肆虐里下河地区，遂成则国。臣等督导不严，请死罪。发文之日，臣等待家办事，期望吾皇速发赈济，以救百姓之急。罪臣王光玉顿首百拜。这么晚把你们叫来，就是想让你们听一听，朝廷的吏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。朕是连火都发不出来了，谁知道他竟然连河工的安家银子都要贪污。朕说过不杀大臣，但朕没说过不杀罪臣。启禀皇上，奴才已经将刑部的拘押文书发出去了，可是这靳府已经畏罪自尽了。那就找到他的尸骨，朕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为了几两银子残害无辜百姓。将来在黄河边再给他修个墓，朕要亲自写上“贪污官员靳府之墓”。让他的尸骨世世代代泡在水里，不得安宁。是。启禀皇上，南方战事正紧，还望皇上不要忧思过度，伤了身子。河道溃决，王光玉难辞其咎，臣请一柄尚方宝剑，先斩了王光玉，以平民愤，然后再行赈济之事。皇上，当务之急是赈济百姓。王光玉倒不急着杀，等皇上审问清楚。皇上下过圣旨，河道溃决，处决河道总督。再说这王光玉又是奴才汉军旗的人，这等祸国殃民之辈，留他作甚？所相，这话可大大错了。杀不杀有国法。黄河溃决要到几时啊？回皇上话，春汛到4月，水就会慢慢退下去。大修呢？能顶过伏汛吗？秋汛呢？臣自当尽心竭力，必不让皇上担忧。库部的存粮还有多少？回皇上话，户部已经空了。南方军粮刚刚运上去，京里的存粮只够秋收前使用。奴才手里还有170万担，不敢动用。为何？河南、直隶、山东3省的灾民不出数日，便会纷纷进京乞食。一旦没有粮食储备，乱起来还得了？奴才已经在昌平、大兴、顺义设下粥厂、粥棚，务必不让灾民惊扰京师。赈济6省的粮食从哪儿来？地方官自筹吗？老百姓苦，地方官苦。朝廷也苦，让王光玉带罪办事，伺机修复河堤。等水退了之后，朕再问他们的罪。还有，等想到再说吧。
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补肾益肺，金水宝。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哟，哎，明相，母叔，哎呦，撞我这胳膊疼，这慌慌张张的，后面有人套狗啊！明相，这是皇上吩咐，理下河地区这所有地方宽的河道，随到随看，奴才不敢当呀。哎，好嘞，慢点啊！明相，哎呦，所相，哎呦呵，明相，哎，邹师叔送来的那个河报你看了吗？嗨，哪有功夫看那个呀？哎，皇上，我去查京师八大仓的库底，腿儿都跑细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历下河七州县的官员雪片一样的弹劾王光裕啊，说这河道总督失职，皇上要是再不明正典刑，压不住啊！哎，人家说了，王光裕都能这样，那底下更胡作非为了。皇上不是让他戴罪办事儿吗？哎，不是那么说，出了这么大的灾，不杀一两个大个的，服不了众啊！王光裕这个狗东西，眼珠子长到屁股上去了。你看着，一会儿我就奏明圣上，亲自去一趟理下河。所以我就说呀，要人人都像所相一样，宫中体国，何愁天下不太平？但我看这理下河官员也没安什么好心。弹劾王光裕啊，做得不好的，把罪过都推他头上；做得好的，反过来给自己臭表功。河道糜烂几十年，都是王光裕一人之过吗？未必吧，不见得吧。哎呀，我倒是想啊，保王光裕一本呢。你要保王光裕？河道总督是朝廷大员，要杀要押解到京，刑不过堂，奏报皇上定案。治河如打仗，阵前将军失利，难道还把他叫回来问清楚了再砍头不成？哎呀，王光裕守河的时候，朝廷也嘉奖过他啊。现在稍有失误，一问都不问就一刀砍了。那百官听了以后，谁还替朝廷办事儿？稍有失误，他险些将我大清推入了绝境。现在实行的是军法啊！我告诉你，就得让百官知道，办砸了差事就是这个下场。朝廷对他们还仁义，首先他们得对朝廷仁义。那黄河旧道自我朝入主中原以来就没有大修过，这是事实吧？啊，都赖王光裕一人，这不合情理。皇上，奴才以为王光裕当杀，只是这其中有个难处。如果没有他贪赃枉法可杀之罪，轻易问斩有失公正。皇上，历下河七州县的官员和百姓对王光裕怨声载道，不杀王光裕，官员们会认为犯再大的错也不过是如此。皇上，这百姓会觉得朝廷处事不明，有冤屈无处申冤，民怨纠结。皇上，几十万、几百万的灾民聚在一起，那可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王光裕他就是个圣人，也难免挨这一刀。所向所言极是。我朝以仁义治天下，王光裕自取其咎，百官也不能说什么。皇上圣明，让刑部议一下，把罪名公布中外，朝廷杀他，天下的官民都要看清楚。总之呢，声势越大越好。这，梁九公送一下。这。替王光裕说话的人只有你一个，你很够义气啊！皇上，奴才与王光裕素无来往，更论不上什么义气。奴才只是觉得，要杀人有国法，轻易问斩，日后后人会怎么说皇上？怎么讲？说皇上
杀人有方，治和无力，奴才死罪。奴才只是觉得这治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儿，好歹也要听王光裕自己怎么说，给后人留个景策。这杀个把人，谁也推不下去呀。你是说朕办错了？奴才不敢，皇上是仁义之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明珠啊，你很有古大臣之风，朕很欣慰。刑部给王光裕治罪的事儿呢，稍微再拖个2个月，有人弹劾，朕训斥你一通，然后再给你降2级，事后都会给你找回来，然后再赏你一件黄马褂，如何？皇上，奴才愿意陪皇上演周瑜大黄盖，皇上放心。让工部尚书季如溪、户部侍郎伊桑阿前往巡视，在理下和齐州县一带巡查清楚王光裕的事儿，一点线索都不能落下。还有朕呢，风闻王光裕上下勾结，河道上一直都是一本烂账，听清楚了。朕要治河，杀他不重要。你一定要把这本烂账给朕查清楚，揪出和他一起的蛀虫，听明白了没有？这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朝政清，黄河才能清啊。你往后站，你过前面来。大人来了，去。奴才王光裕叩问皇上圣安。朕安。王大人，请起。王大人，请起。哎呀，二位车马劳顿，到衙门里用个饭吧。啊，不必了，咱们皇命在身，一刻可都不敢耽搁。我跟季大人路上自备了干粮，吃了一口。咱们呢，即刻就去看工程。好，那就太好了。您慢点啊，大人。慢，这，慢点，大人，小心脚下啊。哎，王大人，这修补需要多少工啊？这个要一共是97000个工。不幸的乡县抽调劳力不容易，可不容易嘛，都跑出去逃难了。那这97000个工是怎么算的？包括将来青条石的运输和上堤的工吗？依我看呀，这97000个工不够。哎，王大人，你这土坯可不是打心儿啊，这可都顶出来了。将来那青条石往哪儿搁啊？我们打算在地后边再加上一道全青条石的。我问你，你这一天拿多少工钱啊？每天都这么多人吗？大人，他不懂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这，走。大人，我们人数够，另外一个找劳工啊，得慢慢来，真的。我看这大堤上不足100人，咱们就按100人算吧。这每天也就消耗2、3两白银，这要干完97000个工，还不得干到康熙30年去？可不。二位大人说笑了，怎么可能干到康熙30年呢？等到那个水灾过后，老百姓回来了，劳工就来了。对，季大人，
咱们去看看天梯关，还有落马湖那边新修的大堤。大人，饶了我，我这身体实在是不行了。另外一个，二位大人呐，到那边天都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不如明天请早。另外，二位到这堤上来，总得用顿饭吧？对，帐篷已经准备好了。给大人请安。二位大人，请。大人，这么好的一桌腌菜席，我看水灾还不是很严重嘛。严重，哪能不严重啊？不过，二位钦差来了，即便我们再苦、再难，总不能显得太寒酸了，不是？好吧，那就谢谢款待了啊。来，落马湖那边负责的大人是哪位啊？卑职便是，卑职是康熙5年的副榜。你那边重修的大堤横宽多少丈？虚银几何？明天我跟季大人去，心里好有个数啊。看我做什么？上官问你话哑巴了？这个新建的堤，那个什么，还在筹划之中，实在是道路泥泞，无法施工。等水呢全部退了，踏勘一遍，然后做出计划，再来请款。上官问你一句，你在这啰嗦些什么呀？我让你去落马湖修堤，你居然纹丝未动。我问你，你想干什么？自己把帽子摘了，回家等着听参吧。滚！王大人，两位钦差大人，卑职的帽子可以摘，有句话一定得说清楚。说什么？把他给我拉出去，别扫了大家的兴。让他讲。落马湖这2道大堤，2年前就开始请款，到今天还在请款。两位大人，这桌宴菜席平日里也得15两银子，现今儿500两银子也下不来，这个倒不用请款了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去！大家辛苦，我敬大家一杯。醉了。我这个喝到总督，怕是保不住了。我就想留自己和家人一条性命，只要大人肯救上一救，我的全部身家都是大人您的。可我的全部身家也都在老兄你身上啊！这是驿馆，你深夜到此，将来让言官知道了，告我一状，可不得了啊！那大人是救还是不救啊？明日咱们慢慢商量。今天你先回。明天？这怎么还不走啊？进来。王光玉走了。今儿晚上赶个夜路，即可回京。我怕明天走不了了。
确实走了。我挨屋看了一遍，连张纸都没留下。大人，我觉得那伊桑阿也不至于疯狂到张嘴乱咬的地步。您可是大人呐！哎，大人，您，大人。 皇上，您宽宽心，王光裕的事根本就不算事。我军在长沙2次大捷，击溃了吴三桂的女婿夏国香的部队。伊桑阿和季如溪的联名奏报，朕听到的消息，王光裕每年都会把河道上的一大部分钱运回京里，京官的兵境、探境，全都送上一遍。 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吧？这些钱都干什么去了？朕查摸他的家产，无非也就查到了5、6套大院子和几间商铺。剩下的钱呢？回皇上，奴才实在是不知道啊。皇上要问，奴才去查。你旗下的人就应该是你去查。朕不怕他贪污，别是把钱攒起来。 给什么人了吧？哦，皇上千万别信闲谈。八旗的人贪污不规矩，那都是有的。这外心绝对不会有。八旗的人怎么能跟八旗作对呢？别着急，慢慢查。朕不杀他。 三爷说了，感谢大人，这么多年替他办了这么多大事儿。他是实在不忍心看着大人进菜市口杀头，还是替大人谋个全尸吧。我家里还有些良田，还有好多金银珠宝，就大人。 您听小人一句话，这该死的时候不死，岂不连累了家人？你的女儿、夫人、老娘，你不愿意看着他们都去充军宁古塔吧？大人是明白人，不用我多说。 三爷既然许了诺，保全大人的全家3族，那就不会食言。不会食言？不会食言。三爷就是叫我死，我也不敢多活1日啊。明白了。 吓我一跳！爹，你看看，我今天头上这绢花怎么样？好看。不过我们家柔儿啊，更好看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，等水灾一退，我们全家就能回京了吗？我现在都不敢出门，外面到处都是死尸，堆在街上没人买。爹。 我想吃隆福寺的糖葫芦和驴打滚。哎呀，喝口水吧，别噎着。行，回京之前呢，爹准备交给你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爹有一样宝贝，我觉得路上啊，我会弄丢它，你帮我保管一下。好呀。你得给爹起个誓，不许看它。 谁都不能看，你娘都不行，你得日日夜夜带着她，一刻都不能离开。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起个誓，这个是能保住我们全家性命的宝贝，你和你娘一旦出事，你就把它
反正您别管了，他能保住我们全家人的命。把它收好，记住爹的话。出水了！再来不够！天地好，才老不保，只为了地动山。奴才明珠见驾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王光玉死了，说是畏罪自尽，连河都府都烧成了一片白地。什么时候官场变成了流氓窝了呢？杀人放火，手段倒是很干净啊。皇上，这奏报上说是自杀。奴才以为，王光玉知道自己，辜负圣望，祸害百姓，夷乱国事，无颜面君，无颜面对天下苍生，于是自尽谢君。是吗？奴才还以为应该找笔帖士给他好好写一篇谢罪的文章，发在公朝上，一来让百官畏惧，二来让百官知道皇上有好生之德。臣罪已至死，皇上也没有立即执行。奴才，正好有一份新任河都的人选，奏知皇上。叫所相进来。这，学的真像啊！让你抓奇物，你怕得罪人；让你管户部，京师里闹粮荒，京师8大仓的存粮都到哪儿去了？每年报这么多消耗，都消耗到哪儿去了？你是不敢查，还是怕得罪人啊？好，朕把刑部也交给你，让你一下把所有人都得罪遍了，看看你这琉璃弹怎么当下去。总之都是奴才无能。皇上，现在国贫民困，又正在打仗。皇上，奴才索额图叩见皇上。进来。赐座。谢皇上。千头万绪一起来，
让明珠主持议王光裕的罪，罪没议出来，他倒好，自杀了。哎，不，人不但死了，连河都府都烧成了一片白地，这让百官怎么看朕？倒像是朕把他逼死的一样。俄乌上的事，连个主持的人都没有了。王光裕这个狗才，死得很是时候啊！启禀皇上，奴才以为这王光裕自认辜负圣王，祸害百姓，夷乱国事，无颜面君，无颜面见天下苍生，因此上才自尽谢君。奴才以为应该找个笔帖使，好好替他写一份谢罪的遗折，发在公钞之上。一来让百官敬畏，二来让百官知道皇上有好生之德。大臣虽罪已致死，但是皇上并没有将他立即处死。皇上，这儿有一份新任河都的名单，奏知皇上。杨宁大老爷奉旨严和赈济灾民，尔等不可乱逃乱窜，不可冒险下水打捞财物，不可奸淫偷盗，违者必斩。杨宁大老爷奉旨严和赈济灾民，尔等不可乱逃乱窜。杨宁大老爷奉旨严和赈济灾民。大人，大人，您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快去救治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一夜。